你好，你在油管上面可以订阅多少个频道？今天在美国的一个论坛上面，我看到了一个博主贴了这样一个油管的错误信息弹窗。这个弹窗是他在订阅一个新的频道的时候，油管给他的。这个错误信息讲，对不起，出问题了。那么他后面的这个解释信息讲，根据你现在的频道的粉丝数啊，你订阅的频道数量太多了。那这个弹窗的信息就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你作为一个内容的这个浏览者、消费者，或者是作为一个博主，你订阅别人的频道有没有一个上限的数字？第二，这个错误信息好像隐含着讲你呀，如果你自己做的越大，你就可以多订阅一些频道；如果你自己没有发布内容，你自己是个小频道，你订阅的数量就会越少。那好奇害死猫，究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老胡帮你找出来。好，那当然，我们一再要去参看油管的权威的这个文档，就是油管帮助。我把这个页面给你找出来了，这个页面就叫做订阅频道。在这个地方，它明确告诉你了啊，我给这个大家用划重点划出来了。首先，订阅量的限制啊，第一，你每天最多只能订阅75个频道。你每天如果是订阅到76个的时候，你应该按照它这个来讲，你就会看到一个错误信息啊。很显然，这个75也可能会变化啊。怎么变化？接着往下看。通常来说，你最多可以订阅2000个频道。不管你是不是内容创作者，是不是博主，或者只是在这边来看别人的视频，你最多可以订阅2000个频道。但是呢，这个订阅的上限会随着你 YouTube 频道的发展而提高。如果你是个博主，你也自己发视频创建频道的话，你好像有权重一样会提高。我给你你就变成 VIP， 你就会多订阅别人的频道啊。即你的频道的订阅人数越多，或者你的账号的创建时间越久，你是这个老客户了，也可以给你升点权限升级，该上限就越高。也就是说，你确切的订阅数量上限是在不断调整的起步价2000人普通人都够用了吧？老胡订阅了好多频道，我自己看了一下，大概也就是500多个啊，已经算很多的了。因为你一旦这个订阅这么多频道以后的话，其实你订阅不订阅，我们讲只是在这个地方这个 YouTube 这个页面里头，在这个叫做订阅内容这个页面上面会有差别。我平时几乎就是说难得到这个页面来，我都是在这个首页上面挑选这个视频观看。所以其实这个订阅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已经多次讲过，只要你老看它，你不需要订阅它，这个人的视频就会出现在你的首页推荐里面。好，那么普通的人2000个但是他没有讲什么时候给你升级，你是每涨1万粉他就给你升一个级，他没有这个确切的数字，但他也告诉你，我们建议你将账号订阅的频道数量限制在5000个。他建议你限制在5000个，他没有告诉你讲一个人到顶的线是5000个。像 Mr. Beast 他有7000多万的粉丝，他是不是可以订阅100万个频道？他即便是可以，他也不会去订阅100万个频道，不是吗？你订阅的越多，到最后的话，其实你没办法管理。到最后，我都曾经试用过用这个叫做订阅管理的插件去把它分组，这个是赚钱类的，这一个是这个电影类的，这一个是 YouTube 这一类的另外一个这个是这个学习类的那个是后期制作。你可以这样，但是很快你就发现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每天看视频呢？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有限，你不会去每天浏览一下这2000个频道里头有多少个频道更新的视频，然后去观看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这样的逻辑。那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就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满足你一个好奇，绝大部分人会不会碰到这个错误信息？你一天订阅75个，我估计你从来没有上过 YouTube， 你第一天上来你好激动订阅75个，这种情况很小，因为你第一天才上来的话，你说不定还第一天不知道怎么订阅。甚至还不知道有订阅这么一回事，不是吗？所以这个东西一点都对我们内容创作者也好，对这个观看者来讲都不是一个限制，
只不过是让你知道啊，从编程这个角度来讲，它不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没有数值限制的这样一个东西分配，把它做成一个这个叫做我们编程里头讲，把它作为一个 integer 一个整数分配给它。所以编程其实是这样子先编程啊，讲不限制那个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在程序写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应该说不是个5000，会比5000更大的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已经实际上，我讲这一段来讲没有实际的意义啊，这个纯粹是让你娱乐一下，知道有这么回事。这个我这么多年，我就第一次看见有一个人这样子在这边嫌2000这个数字太少，因为他是这个频道比较小，他个人他讲他今天遇到了这个错误，他讲他极其不合理，在这个里头来抱怨，讲不应该限制我们，因为几千个频道在那个地方，我订阅2000个算多吗？这个是有这样子的客户啊，他会给你讲理，然后这个讨论的这样个主题里头有一个我能看得出是程序员背景的，有编程背景的，然后就试图解释，然后根本就解释不通，你等于是这个鸡同鸭讲，根本就讲不清楚这个理。啊，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讲，油管在这个地方大概会有个这样的限制啊，每天不让你过多的这个订阅，这个纯粹不是讲针对那些特别想订阅别人的人，因为你这个数字不控制的话，就有很多人用机器人去扰乱整个这样一个系统啊。这个下面这个文档底下，其实下面也讲了这样一个通过第三方扩展应用未经许可情况下订阅频道，有的人会写插件。自动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帮你订阅，一天如果不限制这个数据的话，一天直接给你订阅1000个啊！所以每一个规定，每一个限制背后其实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啊！你不在这个行业里头，你不在这个专业里头，你认为它非常不合理，为什么非要限制2000？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团队你要去跟他去聊天的话，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很长的故事。也就是说，最开始，很多情况都是无条件限制，然后就有人利用这个控制，然后使得所有人的这个体验都很糟糕。就是他会，比如说，我不限制你能拿这个免费食品的话，他一个人会开3辆卡车来把你这个免费食品全拖走，大概就这个意思啊。这个例子不见得恰当，所以你看的好多你不理解的限制啊，或者是这个这样子不合情理的东西，其实背后它都是合情理的，只不过你没有从那个方面去看而已。你从你这个视角看见的是阴影，人家从对面看见的是刺眼的太阳啊，就是这样的道理啊。那这期节目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没有什么理好讲，我就是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有小概率事件。今天有一个人碰到了，老胡把它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给你报告一下，不要每天都那么正经，每天都要学干货，每天都要这个很认真的样子。今天这是一个轻量级的，在我这边是星期5的晚上，算是周末的开始，给大家再这样放松一下子啊。油管那个有这样一个限制，你可能是不会遇到。如果是你去遇到的这个2000，或者是你现在你的这个是3000或者4000的话，证明你不是一般的人。你这个不一般，绝对不是讲万里挑一。你都是100万里头挑一的这个不一样的人啊！我希望你不是那么奇怪的一个人，你碰到了，你真的订阅了3000个频道。好的，那这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我们明天再见。